大家早上好，欢迎来到今日全球速报，我是主播尤娜。今天是2025年7月30日，我们聚焦全球。俄罗斯远东地区勘察加半岛发生8.0级地震，地震引发海啸警告。中美续谈贸易停火 ，LG 能源大订单，日厂关闭墨西哥厂 ，Temasek 投资 Zegna。Fermilab 遭网络攻击，加拿大利率政策，日韩外长合作和未来趋势分析，马上带你深度解读。第一则，勘察加8.0级地震引发海啸警报，俄远东勘察加半岛外海发生8.0级强震，震源浅约19.3公里。日本与美国发布海啸警告，预计部分沿海地区将出现约1米海浪，此级别地震具有高度破坏风险。强调环太平洋地区国家需加强灾害预警与应急响应体系。第二则，联合国紧急磋商 COP30 住宿费用飙升问题。COP30 主办城市贝伦住宿价格猛涨，引发贫穷国家代表担忧参会成本。昂将于8月11日重新评估住宿方案，公平参与是气候会议核心。若费用过高，可能削弱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声音。第三则，IMF 上调全球增长预期至3.0%，但提醒关税风险仍存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全球增速预期调高至3.0%，2025年和3.1%，2026年，但警告来自高关税、地缘冲突与财政赤字的风险仍在。虽然增长展望略有好转，但结构性不确定仍是长期挑战，贸易政策的变数尤为关键。第四则，美中在斯德哥尔摩续谈延长关税停火协议。美国与中国官员近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就延续90天关税停火展开谈判，虽然尚无具体突破，但协议延长已达共识意向。若谈判失败，全球供应链与科技行业可能再次爆发摩擦，影响广泛。第五则，LG Energy 斩获43亿美元电池供应大单。韩国 LG Energy Solution 签署全球电动锂铁磷酸电池合同，金额高达43.1亿美元，为期3年，显示新能源汽车与储能市场持续扩张，是绿色经济的重要信号。第六则，日产宣布将在2026年关闭其墨西哥 Civic 工厂，将生产集中至 Aguascalientes 工厂，这是其全球重组计划的一部分。此举旨在提升效率，是全球汽车产业重构趋势的缩影，对供应链管理提出挑战。第七则， Temasek 增持 Zegna 股份至10%。新加坡主权基金 Temasek 将其对意大利奢侈品牌 Ermenegildo Zegna 的持股提升至10%，投资金额约1.26亿美元。奢侈品仍是抗经济波动的可靠资产，体现高净值资本对品牌价值的长期选择。第八则，美国 Fermilab 因 Microsoft SharePoint 漏洞受攻击。美国能源部 Fermilab 遭遇利用微软 SharePoint 漏洞的网络攻击尝试，虽未造成敏感数据泄露，但反映全球网络安全风险。科研机构成为攻击目标，防护体系需加强，多部门合作提升网络韧性。第九则，加拿大央行利率维稳，并暗示年内2次降息。加拿大中央银行将政策利率维持在2.75%，市场预计今年将降息2次，以应对经济增长压力。加央行的政策路径将随着全球经济与贸易政策动态调整，汇率与资本流动影响大。第十则，韩国外长曹炫首次访日会晤日本外长，并商谈北韩议题。韩国外长曹炫本月首次正式访日，与日本外长岩屋义会谈，双方就应对北韩与俄罗斯合作、区域安全与经济合作达成共识。日韩首次正式外长会谈，是地区安全合作制度化的积极信号，有助于东亚稳定。本期今日全球速报到这里结束，你最关注哪个新闻？对贸易延续、气候峰会公平性，还是科技企业布局有想法？欢迎留言交流。如果觉得内容有价值，请点赞、订阅并开启通知铃铛，我们每天早上准时与你见面。我是尤娜，下期见。